你爷爷的生日夜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挺漂亮一女孩，有点眼熟，你认识？问你这个干嘛？你在军区多年，一直和外面断着联系，怎么会有机会认识圈子里的贵客千金啊？是吗？妍儿，这是你小妈，客气点。什么小马？它不过就是我们家圈养的一个宠物吧？放肆！给你小妈道歉。对不起，妍妍还小，别生气。椅子歪了。还是我们锦衣善解人意呀，叔叔，我想去洗手间。燕儿，你陪她去。郑锦衣，我月经来了，去，给我借个姨妈巾去。8月24号，这场死亡游戏开始了。要不要重新认识一下？我和你可不可以回到过去？可不可以？重新认识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，保镖。初野，我们9年没见了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有点想你。你说什么？初野，我想你当年在床上的模样，很厉害。你弄疼我了。你以为我会心疼你啊？你也心疼吗？究竟想耍什么花招？你低下头，我给你说件事。不要拒绝我。
该死的郑锦衣居然不管我！怎么就你一个呀？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爸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疯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好过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玩你的和以前一样。你就这么随便吗？锦衣，锦衣啊！找你呢，你怕吗？文心给，我不想要。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一条忠诚的狗。先生，这里是私人休息室，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。应该是处事的人，我不好得罪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再去别处找找。走。我都说我不想要了，你还要强迫我吗？要用第三人称才看清的感觉，是我又犯傻弄丢了一切，好想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和解。你离开我是最完美的解。我的大子爷，你真认识那个女人啊？你们什么关系？前女友。哦，她就是你那个一直念念不忘的白月光。谁念念不忘了？你忘了那时候被甩的时候？那时候跟人说跟人家老死不相往来，怎么又睡一起了？看你这吃瘪的模样，又被人家拿捏了。拿捏我？我是那么被容易拿捏男人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一次我要让他爱我爱到死，求我不要离开，然后再甩了他。天塌下来有你这张嘴顶着。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放在你房间门口的。
对方在向我求救，报警吧。车锦衣，你怎么才来？跑哪儿去了？大家都在等你。暑假太大，迷路了。爸，我就说过，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种，就不应该带他来的。锦衣呀，做错事了就要认罚，做错事了就要认罚啊！爸，有什么事等回家再说吧。走，回家。记住了，锦衣，你是我最完美的作品。无论做什么、学什么，你都要争最好的。要是从第1名掉下来，挨打都是轻的。这锦衣，怎么在这儿淋雨啊？想当忧郁诗人？大诗人，做首诗听听。怎么老受伤啊？真是脆弱。疼吗？怎么都不叫？不怕疼？习惯了。这不考的挺好的吗？118分。初野，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可以吗？我可以做你女朋友，但你不要考第1名，好不好？就这？让我以后第1名都让给你，好不好？初夜，真的很开心自己等你。头转过来看我。失踪1个小时干嘛去了？叔叔，我迷了路。1个小时可以干很多事情。洗干净了，去书房等我。已经报警了，只不过没查到你那个白月光的事。局长，就这么放我，真当我好欺负啊？你怎么连人家联系方式都没有？他以前不用手机的。啊？即使是9年前，也2016年了吧？
智能手机应该普及了吧？他怎么可能不用手机？可能是人家单纯的不想给你联系方式吧。说会死是吧？哎，你说你跟他谈了这么久的恋爱，不知道人家联系方式就算了，怎么连人家什么家庭背景都不知道？这也不怪别人玩你啊，太子爷。等我找到他，我一定毁了他。哎呦，我们的太子爷却是由爱生恨。这姐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和我分手？我就是玩你的，就你傻当真？太容易得到手的男人还真是无趣。我如何骗过内心，骗过眼泪，骗过自己？谁说的爱过就一定会留有印记？我们的爱情若按下暂停，告诉我。9年前再说我无趣，玩我而已。玩你的可以建议啊。 9年后又说玩我，罗青，我初夜有那么贱吗？啊？主要是9年后你还是上当被他睡了呀。送上门的女人不要白不要。小夫人，老爷在书房等半天了。小夫人，不能再磨蹭了，再磨蹭，老爷又要大发雷霆了。哟，有的人又要遭殃了。姐姐，叔叔找你做什么？ 那当然是没什么，叔叔找姐姐有事要聊。哦，这林叶，燕燕，你应该客气的喊我一声小妈。 小孩站在这边，你看那个小孩活泼，招人喜欢。小水来，来，爸爸妈妈，哎，乖，来，这给你。姐姐等你糖，谢谢。 这个孩子什么情况啊？他呀，叫月春，5岁的时候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了孤儿院的门口，因为性格一直很孤僻，一直没有家庭愿意收养他。这2个孩子我都要了，院长你放心，哎，我一定会把他们照顾好的。谢谢。 金一啊，乖，转过身去把衣服脱了。你今天不乖呀？ 难道你忘了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了？是你自愿嫁给我，成为郑家夫人的。怎么，现在长大了，
不听话了？叔叔，我没有忘。没忘，没忘，你竟敢在我眼前消失1个小时！来，把你当初给我的承诺再背一遍。我自愿成为叔叔的新娘，以叔叔为天，乖巧听话。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对，来打他，打到他记住为止。你要知道，你们两个是竞争关系，此消彼长，谁更强，谁在家里就更自由、更舒服。你要如果不动手的话，我连你们两个一起打，打！姐姐等你好。叔叔，我比水水聪明，也比水水年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锦衣会更快的长大，更快的成为叔叔的新娘。我自愿成为叔叔的新娘，以叔叔为天，乖巧听话，绝不忤逆叔叔。锦衣聪明啊，知道叔叔想要什么。那你的条件是什么呀？立誓！绝不忤逆叔叔。瞧，我们锦衣什么都记着，就是不想听话。叔叔可想清楚了，真的要打锦。奇了怪了，锦衣这是第一次这么硬气的跟我说话。难道外边的警笛声和你有关系？警察，郑国州人在哪？警察同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郑国州，经人举报，你涉嫌多起杀人案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冤不冤枉的都要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带走。爸，等等。金衣啊，乖乖的，等叔叔回来好好疼你。郑国州，我会在郑家等你回来的。哥，爸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你快想想法子救救爸呀！我先调查爸是谁举报的。水水长这么大，姐姐还没有送你上过学。姐姐，郑叔叔为什么一直要求见你啊？那你的条件是什么呀？
我想要水水像郑家其他子女一样，健康无忧的长大。姐姐太年轻，叔叔没安全感，怕姐姐跑了。可是即使这样，那也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！谁让叔叔爱姐姐呢？姐姐甘之如饴，你进去吧，去吧。水水，走了。哎，水水啊，今天谁送你上学的呀？好漂亮啊！那当然漂亮了，那是我的姐姐郑锦衣。哦。哎，水水，等我一下啊。哥，你小子下次再忘拿书包，我宰了你！哥呀，你当着女孩的面，你给我点面子，倒是。小姑娘挺漂亮的，眼光不错。哎，那当然了。哎，不过哥，我刚见过她姐呢，叫什么郑锦衣，更漂亮呢。你说你，哎，搁那儿看，看。哎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上课去。哦，你上课去。好。这里。这里。这里，这里，我有这么多啊？怕我？怎么意犹未尽啊？我总继续啊？你以为我脑子里就想那些破事儿？难道你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回味啊？哎，站住！干嘛？站着别动，5分钟后你要是能找到我，就满足你一个愿望。哎，郑锦衣，爷来找你算账呢。别动啊！郑锦衣。说吧，想要什么愿望？那天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生理需求而已。那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因为你帅啊，而且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。郑锦衣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吃定我了？嗯。9年前为什么突然跟我分手？不爱了就分，还需要什么理由？郑锦衣，走吧，送我回家。你凭什么这么肆意妄为啊？凭你爱我。凭你爱我。你也知道我爱你啊。知道啊，但我不知道你爱我到哪种程度。什么意思啊？郑小姐玩弄人的真心，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吗？我要回家了。自己走回去，我的副驾只给我的女人坐。
你该不会这么没品，要赶我下车吧？辛苦你了，生气的前男友。走吧。这是你家？警察，这里就是郑家。其实我不相信郑国州会杀人。怎么说？能在京都站稳脚跟的家族都很珍惜羽毛，郑国州不会做自毁基业的事情。但是举报者能举报到我面前，说明他知道我在哪。但我回来的消息，只有你和爷爷知道。所以到底什么人能有能力知道我的行踪？原来你是对这个人感兴趣，难怪你要亲自来郑家。怎么，很惊讶？初野，谢谢你为我破局。没事。我不会是举报了他爸爸？刘胜，郑国州是你爸？郑国州是你爸？他是不是我爸又怎么样？干什么？给我你的手机号码。你要我就给啊！哎，少多。绿色。哎，没有重要的事儿，别烦我啊！郑景逸，跑哪儿去了？送水水去上学了。谁准你离开郑家的？景逸，你也知道，国柱被抓了，现在郑家没个主心骨。你是郑夫人，我们现在需要你站出来，为郑家来主持大局。突然想起我是郑夫人了。郑景逸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郑景，小妈，是楚氏太子爷举报的我爸。所以呢，又需要我做什么？需要郑夫人出面，去楚氏求情。原来是你们不敢得罪楚氏，所以推我出去挡枪子啊！郑夫人，你如果不去，那就让水水代替你去。威胁我？可以啊，但你们别后悔。所以，你觉得郑景逸是在向你示好？不然呢？不然他要我手机号干什么？他要你个手机号，你就高兴成这样？他昨天还缠着我让你送他回家，他从来没这样跟我示弱过。这叫示弱，所以你就这样原谅他当时摔你的事儿？
唉，不然呢，还真能跟他生气啊。我的太子爷，你也太好哄了吧！昨天晚上是谁说要让他爱你，跪下求你，然后再甩了他？那是气话。再说了，人家愿意哄，我还能不顺着杆下呀？问题是人家什么时候哄你？你懂什么？哎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去抱他爸。哎，着什么急？肯定不是他打的。喂，先生需要买保险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怎么着也得晾你几天，让你胡思乱想，抓心抓肺，然后再慢悠悠的出手。少爷，正式的证人正在楼下，指明要见你。她是郑国周的女儿，那她肯定也在。请他们上来。快把郑夫人请上来。郑夫人，等一下，就是郑国周的小夫人，就前面那个。阿姨，阿姨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他们还一直淋着。那又怎么样？他让老子莫名其妙当了三儿，还跟一个老年人抢女人。要不先让他们上来，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小静，你进。郑国周有没有罪，应该警察来定夺，找我有什么用？太子爷，这事是你出面举报的，警局那边不敢怠慢，所以无论我爸有没有罪，短期内都无法离开警局。我爸他年龄大了，吃不了监狱里的苦，所以请太子爷网开一面，手下留情。哎，你抬起头，挺漂亮的。你是郑家什么人？太子爷，她是我爸的夫人。这么小的夫人，越看越漂亮。难怪阿爷这么多年对她念念不忘。太子爷，你要是喜欢，他今天晚上可以留下来。郑家夫人就这么拱手让人了？你们当他什么？一个可以随意把玩
送人的物件，一个可以随意把玩送人的物件。你是什么人？他，我家的保镖。一个保镖说话如此猖狂，一个老男人，一个不堪一击的家族。这就是你要的？你说谁不堪一击？那个臭保镖怎么骂人呢？你不是来替那个臭老头求情的吗？就这么站着求？你叫谁臭老头呢？那个臭保镖怎么一直侮辱别人？可笑！一个保镖如此猖狂。哎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既然你们都看不起保镖，那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他。他说放人，那我就放人。真的吗？郑景逸，那你赶紧跪下，给他道歉。快啊！跪下！阿玉，我要跪吗？我是郑家夫人，是你小妈。我要是真跪了，那郑家在京阙还有什么颜面？小妈，这儿子比你多大吧？颜面，有爸重要吗？郑景逸，你说这些干啥？赶紧跪下道歉！跪啊！郑夫人，委屈你了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？可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楚野，这是一个囚禁了我15年的牢笼。为何爱我这与我牢笼？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？让我尊重你，郑夫人。越像昆虫，越珍贵，越浪费。致命的伤，诞生于亲密，越追问越无解，哪有答案？不过是咒语，投在笼中。他怎么一直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？太子爷，这……你也看到了，我家保镖不同意放人。你这是戏耍我们。对呀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我们走。打扰了，太子爷。哼！愣在这干嘛？走啊！请认真问是否倔强的不说别走别走，这城市每天那么多人在擦肩，而谁在你身边？爷爷，他在郑氏并不好过啊。那是他自己的决定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真不打算放了郑国忠？如果他没罪，他迟早会被放。那我继续调查，到底是谁把举报信放到你家门口？陆清远，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？肤浅轻浮，没有真心，铁石心肠，还玩弄人感情，真是差劲到了极致。阿爷，他看你的眼神很坦诚，并没有愧疚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玩玩的？
是你自作多情了。郑建业，你好像从来都没说过喜欢我。我不喜欢你。哎，你得了吧你！你不喜欢我，你跟我在一起啊？因为跟你在一起就不会考第一。我才不信呢！怎么会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？你逗傻子玩呢？哎呀，等等我呀！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！我吃点什么？啊，说话呀！说话，说话！难道他真的是因为我不考第一才跟我在一起的？那个保镖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高中谈的男朋友。难怪我觉得他奇怪，以后离他远一点。爸最近都不会在家，各大股东蠢蠢欲动，我需要待在公司稳定局势。要是妍妍欺负了你，你就忍着点儿。妍妍心肠不坏，只是被爸惯坏了而已。放心吧，从小到大没有人比我能忍。抱歉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玉哥哥，我没嫁给叔叔之前都是这么喊你的吧？玉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也清楚你的野心，只是叔叔有着超强的控制欲，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打压着你，所以你希望他回家吗？他是我爸。以后为我生个儿子，锦衣，我把郑家都给他。我希望郑家是你的，玉哥哥。那锦衣呢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清楚的，我只想摆脱你爸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想要的自由。锦衣，爸要见你。锦衣啊，别怕，来，让叔叔看看你。来，靠我近点儿。
是你举报我的？是你举报我的？怎么可能，叔叔？阿玉说是楚氏太子爷举报的你。我每天都待在郑家不出门，我怎么可能会有机会认识那种大人物？哦，也是。我自己养大的玫瑰，我最了解了，而且你也没有那个胆子，对吗？叔叔，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放心，叔叔不会有事儿。那为什么阿玉说叔叔永远回不了家了？爸，是楚氏太子爷要对付你。楚氏在金圈的身份地位不可撼动，我们不能硬碰硬啊。因为您被抓，各大股东都蠢蠢欲动，想推翻您。可是我没有得罪过楚氏。爸，目前的危机是各大股东，一旦他们手中的股份联合起来弹劾您，再让新的董事长上位，到时候您再离开这里就晚了。你需要做个决策。儿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？将你手中的股份给我。爸，只有我们两个的股份加起来，才能保住郑氏。阿玉只想要我手中的股份，不会救我离开的。没想到啊，儿子竟然算计到老子头上了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能不能回家，就靠你了，锦衣。锦衣，叔叔早在2年前就留了一手，要是我出了什么事，你就是郑氏暂时的掌权人，还有一份股份转让合同，能让股东们服你。郑国正，这是一场以死亡为结束的游戏。喂，是我，郑锦衣。是我，郑锦衣。别挂，我需要你。楚野，韩国人长记性呢？万一是跟我道歉呢？就看一眼啊！楚野，明天晚上8点，铜川高中篮球场见。一副命令的语气，吩咐谁呢？那些模糊破旧回忆，故事已归零，已经没有。锦衣，你的书法最近没有长进，罚你明天不准吃饭。哎，您先去，一会儿找你去。干嘛去，阿姨？哎，别管了，一会儿找你们。去。才有意义。
郑锦衣！哎呀，饿死我了！这样，我吃你个三明治，一顿大餐给你换，行不行？这样，100块钱，够买了吧？走了。忘不掉的，是先离开的，是没有。郑锦衣，那是一个极好的少女。谁的脚步近了，谁的脚步远了，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你还是来了。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适合郑锦衣，你找我最好是有重要的事。楚野，我需要你。需要我？怎么不找你老公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和有夫之妇有接触。抱歉，一直瞒着你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。说吧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你不会想跟我说，你是被迫跟那个老头结婚的，然后今天找我过来，是想让我帮你离婚，然后离开郑氏？我不会离婚的。郑锦衣，耍我好玩吗？我知道你被收押，郑家人对我虎视眈眈。我知道你是特种部队出身，我需要你保护我。楚野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什么价？要多少钱你才能当我的保镖？保镖？郑锦衣，你真的是好样的！9年前你莫名其妙甩了我，9年后又莫名其妙的出现睡了我，又让我莫名其妙当了小三，你恶不恶心啊？现在又大言不惭的说需要我，让我当你的保镖，你拿我当什么人？现在又大言不惭的说需要我，让我当你的保镖，你拿我当什么人？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的。真牛，真牛！楚野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信不过。只要你愿意当我的保镖，无论你出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的信任是吗？那你愿意吗？你少一副拿捏我、失手我的模样。你让我当你的保镖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知道，楚氏给你多少钱，我出双倍。你看看你郑锦衣，总是一副清冷自持、居高临下的模样跟我说话。你凭什么觉得我楚野会保护一个甩了我、侮辱我又作践我的已婚女？我这是在求你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
我求你保护我。哟，寄生虫回来了。水水，回房写作业。怎么，我说的有问题吗？你和郑水水都是我们家养的寄生虫，吸血鬼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又怎样？你嫣嫣，我们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你哥可不会像你爸那样纵容你。而我是他名义上的小妈，他也不会罚我。最后，他只会怪你不听话，给他惹麻烦。所以，即便是受了委屈，也麻烦你忍一下。等我爸回来，好好收拾你。你爸还回得来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！去你们看，赶紧滚！喂，玉哥哥。锦衣，今天的股东大会需要你出席。为什么需要我出席啊？名义上你是我爸的妻子，你要代表他出席。那今天的会议内容是什么？选出郑氏新的家主。好。水水，你和你姐姐长得一点也不像哎。我们本来就不是亲姐妹啊，我们是在孤儿院里面长大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当然了，我和姐姐从小就生活在孤儿院，后来是郑叔叔收养了我们。不过郑叔叔对姐姐要求非常严格，只要姐姐考试没有考到第1名，就会挨打。怎么都不叫？不怕疼？习惯了。初野啊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，但你不要考第1名，好不好？原来他是因为害怕挨打才做了我的女朋友。你姐姐从小这么可怜啊？玉哥哥他们都不喜欢我姐姐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玉哥哥把姐姐叫出去开会了，也不知道我姐姐会不会受欺负。老天爷，你干嘛？刚出件事，快！哥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郑玉啊，你手里的股份还真不够做郑氏的新家主。顾叔叔，我爸只是被抓了，不是死了。作为我爸的独子，我理应担任郑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而且顾叔叔，楚氏已经盯上了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起内讧，而是应该团结一致商量一下，该怎么阻挡楚氏的进攻。小郑总，我们没有不团结啊，换个董事长，我们也一样很团结。比如顾叔叔，年龄长，本领大，他也能带领我们抵抗楚氏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公司不再姓郑，而是姓顾？为什么要姓郑？可以姓顾、姓陈，我都赞成。看到没有，大家都觉得我比你更适合做这个新董事长，对吧？
而且确实你的股份不够啊。你要是想说服我们大家，把你爸爸请过来参加这会议，把票投给你，啊。郑玉，你干什么？公司必须姓郑。其实不一定小郑总当董事长，公司才能姓郑。周董，难道你还有更合适的人选？郑总被抓，郑夫人临时当董事长，才更是名正言顺。郑锦衣，不可能的。她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小妈，但真正的关系大家都懂。她只不过是我们家养。我说，我想当董事长。郑锦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背叛我？谈不上背叛，这是我应得。郑月，你疯了！他怎么说也算他是你的长辈，你这样做那可是大不敬。赵董，我们都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你既不想公司姓郑，也不愿意公司姓顾。但你又没能力让公司姓赵，所以就推出来一个从小被当成傀儡养大、什么都不懂的女人，出来挡枪。小郑总，你应该尊敬的称她为一声郑夫人，而不是一个傀儡。夫人，她也配？一个连股份都没有的废物，凭什么当董事长？谁说我没有股份？这种事情，我是他，这是背叛公司。阿宇，你爸已经把他手里的股份全都转给了我。只要你支持我成为新的董事长，那么公司还会姓郑。你敢说我？什么人？阿宇，这是你爸的决定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明明约定好的。你说的是什么人？敢算计我！我必须成为新的郑氏家主。算计我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后边！居然！郑爷爷，等我。你是什么人？
住手！太子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你在干什么？路过，是他。我们在开股东大会。太子爷，管好你的人。阿爷，别让郑夫人受惊了。继续吧，小郑总。继续什么？股东大会，难道我不能旁听吗？太子爷说笑了，大会已经有了结果。哦，结果是什么？郑锦衣，我倒要看看你在算计什么。郑夫人担任郑氏新董事长。恭喜郑夫人。你像个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董事长啊？给他道歉。给他道歉。我这个保镖脾气很差，你最好按照他说的做。这又是谁啊？郑烨，我们今天这么正式的股东大会，这来的都是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啊？顾叔，这是处事太子爷。道歉。郑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。各位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郑夫人，我们回家吧。小郑总，我们单独聊聊吧。郑锦衣，如果我今天没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不会不来的，如果我真的没来，初野，你爱我，哪怕我骗你、利用你，哪怕我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，你还是会爱我。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我能平安幸福。别再见面，对之无处相恋，一再重演，走着我喜欢的世界怎么玩？算了，我送你我回忆的一半。郑锦衣，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？你恨我不爱你。我真的只会保护你最后一次。下次我有危险，你还是会出现的。等等，你受伤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不在乎。谁说我不在乎？初野，我从不希望你受伤。初野，
可以再保护20天了。就20天，以后我就放你自由。保护你？那你说，我们什么关系？宝贝，我真是贱，居然对你还有期望。对不起，初言，我只剩下20天，给不了你想要的承诺。他可真会钓啊，阿爷！你要是来嘲讽我的，你就给我滚！不怪你，我的太子爷，是这个女人手段太高明。你看，她先是说一堆冷酷的话推开你，又说软话把你拉回来，这种推拿搁我身上我也扛不住啊！哎，要不你别休假了，过几天回军区吧。咱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你喊我？你不是处事的太子爷吗？对，是我。太子爷，咱们加个微信吧。你加我微信。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咱俩又没什么交情，你要谢就谢我这个宝宝。啊，行。谢谢。他算计我。怎么算计你？他知道我不会拒绝，故意加我。那你为什么不会拒绝呢？哎呦，我的太子爷，还不是因为你吗？你想，他以为我是处事的太子爷，他想攀关系，但是呢，怕我拒绝，所以故意当着你的面来加我。她一直都是一个聪明的女人。你还自豪上了？你忘了他怎么把你玩成狗的？七月，怎么了？我心里面总觉得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但是绝对不是正事。干嘛？微信推我干嘛？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可以再保护20天了。郑锦衣到底在干些什么危险的事情？忠犬驯养指南，驯养谁呢？锦衣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聪明？先是告诉我说希望郑家是我，又说让我听录音，让我感到危机，算计我。你不过是他养的一个傀儡，反物。说，大家在拘留室里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让他把股份给了你。在我没得到郑家实权之前，还不能跟郑宇翻脸。合同是叔叔2年前就准备好的。
不起，玉哥哥，是叔叔逼我的。我要是不听他的，他就会把水水送走。你也知道的，水水是我的命。锦衣那么乖，肯定不会骗我。但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要是让我知道，这一切是你捣的鬼，锦衣，我只会比我爸更过分的对你。我要尽快拿到郑家实权，不然时间来不及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担心。你玉哥哥就是怪姐姐骗了他。姐姐，楚宁的哥哥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你是不是和他说了我是孤儿，又说了挨打的事情？他心里有我，自然就会来救我。那姐姐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啊。那你既然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因为姐姐要走了。什么？你要去哪？一个很自由的地方。有兴趣做个交易吗，洛公子？你一直都知道我是谁？对。你这个女人，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和我们周旋，你也太可怕了。所以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帮我个忙，我就答应你，19天后离开楚野，还他一个平静的生活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跟娱乐记者爆料。楚氏太子爷做了别人的小三，是他做别人的三，又不是我当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是19天？没什么。你和楚野不是好兄弟吗？说吧，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请你离开。郑夫人，按照你的要求，把我们家保镖筛选了一遍，你看有没有洗？哇哦！你跟他胡闹什么？兄弟，我也被拿捏了。赶紧带走。个个都要帅，选保镖还选情人啊？我都吃过你这样的极品，哪还能吃得下其他的？也不是连老头都吃得下。他不行，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真的？行啊，你的保镖我来当。锦衣，我要见你。我同意了。你怎么把头发剪了？
锦衣，来，让叔叔瞧瞧啊！叔叔找锦衣，是想锦衣了吗？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股东大会你成功了吗？我现在是郑氏新的家主。听着，用郑家的资源，不惜一切代价救我啊！救我！救你做什么？好让你继续囚禁我？你是又开始不听话了吗？喜欢吗？郑锦衣，你要干什么？叔叔以前就喜欢这样对我，我还以为叔叔喜欢呢。你想要什么？叔叔怕了。你要什么？啊？叔叔，他们都说我是被囚禁的提线木偶，是个漂亮的瓷娃娃，是叔叔身为男人向众人炫耀的一个完美作品。锦衣，你看你多漂亮，多么的完美啊！多少男人都在羡慕我有你这样的妻子，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可他们都说，这么漂亮的锦衣，找了一个老头子。你，叔叔，还有19天。倒计时19天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叔叔可以期待一下。这一身真适合。你的保镖今天正式上岗。锦衣小姐，郑国州攻守交换，现在的主动权在我手上。在这场名为死亡的游戏中，我活不活无所谓，但你必须给我去死。锦衣，这些是什么人啊？楚氏太子爷怕我有危险，给我安排的保镖。楚氏太子爷怎么会保护你？
可能他爱慕我也说不准。要是让我爸知道你出轨，真的弄死你！邵秉一，真没教养，直呼小妈的名字。我爸回来，看他怎么弄死你！那也得等他先回来再说。有人。王望京小姐。只有女人用的东西，他们没注意起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爬墙。你，哎，躲起来，不许出来。锦衣把前男友带回来，是想做什么？你觉得我是要做什么？你记住，你是我正式的人，犯人碰不得。那也包括是你的人。你这是什么神情？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我明明答应了给你自由。自由？玉哥哥，那一晚爽吗？锦衣，忍着别哭啊，要不然叔叔会更用力的。我被打的时候，你也很兴奋吧？你所谓的自由，不过是从你爸手里换到你手里，换个牢笼而已。张锦衣，你就算是死，也只能死在我郑家。干什么？他们一直都这么欺负你的？跟你没关系。说翻脸就翻脸。阿爷，郑玉的未婚妻是宋氏千金，正因为他们有这层关系，郑氏的各大股东才忌惮他。可要是他和宋氏联姻没有，你想怎么做？帮我个忙。队长，我心里总觉得郑夫人和小郑总不对劲。咋不对劲啊？你不觉得小郑总和郑夫人走得太近了？哎，
有些话不该我们说，烂肚子。裴兄，你来公司干什么？当然是来上班了。别以为你拿下郑氏集团总裁的位置就有话语权。我知道，有玉哥哥在，我永远都只能是个傀儡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一个漂亮的、没有自我的傀儡。景月，我知道，爸没碰过你。只要你像以前一样，乖乖的待在家里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，继续跟水水读书。你还是先解决好眼前的名字。畜生，连自己家小妈的主意都敢打。仙儿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你当我瞎啊？看不到是你抱着他。你先出去。郑夫人，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约定吗？记得。您答应过把郑氏5%的股份给我，在哪儿呢？啊？因为上一次在股东大会上顶你，现在各个股东处处针对我，郑玉更是不留余地打压我。阿爷，松手，赵董是我的朋友。赵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处境，仅仅成为郑氏新的董事长还远远不够。要想获得实权，得拉郑玉和其他大股东一道下来。你是想处理他们所有人？我只是个女人，不懂商业。拉他们下马之后，郑氏就会是赵董一人独大。这样的权势，难道赵董不心动？那要是败了怎么办？我辛苦多年的积蓄，岂不是一无所有？赵董，一生改命的机会可不多。锦衣和郑氏以后都得仰望赵董。草莓泡面。无才无德的蠢，总有机会收拾。
你倒是精明算计。郑子怡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，怕我欺负她？宋小姐说笑了。郑玉对你做的事情，我替他跟你说声抱歉。宋小姐不怪我，怪你干什么？是我宋景自己没管住男人，怪你显得我没有。宋小姐倒是个直手的。我不怪你，不过我希望你跟郑玉保持距离。他好像并没有像你预期那样和郑玉分手。我也没指望这样就能分离他们，毕竟他们的联姻涉及了2个家族的利益。只要郑玉没有犯原则性错误，宋景都会忍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。怎么，看着我干嘛？你好像跟我年少时认识的你完全不同。那时的你唯唯诺诺，胆小如鼠，又单纯善良。看看你现在，冷漠又满不算计，完全是2个模样。没想到你以前对我的滤镜这么重。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讲线。阿野，你根本不了解我根本不值得那态度。郑景一，你说我不了解你，可那又怎样？我9年前认定了你，这一辈子就是你。保镖呢？扶进后阵。别走。那你呢？你快走，会影响我。第一天当保镖就接一大火。喂，快过来，我们太极有危险。这你
你凭什么觉得我处理会保护一个甩了我、侮辱我又作奸我的女人？哪怕我骗你、利用你，哪怕我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，你还是会爱。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幸福。珍妮，你凭什么这么肆意妄为啊？凭你爱了我。你知道我不恨什么？你恨我不爱你。要不是你，阿叶也不会受伤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阿言，是我把你带到这么危险的世界里。伤者脑内大出血，恐怕不行了。我不能看一泪流了清风里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，我依然无法与你分离。还要继续在一起，对你说声那句我爱你。病人家属请在旁边等待。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求求你！你先别急，医生正在里面抢救呢。我会多么寂寞，等待红线来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。按照我的经验，这女人应该也是爱着阿野的才是。阿野，我一定不能惹事。不是。我伤成这样，他就这么走了，甚至都没等我醒过来。是啊，我还故意让护士说你病危。哎，他当时的表现可紧张了，但是听到你没事，他要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冷漠的走了。不对，罗清源，我感觉他一定是爱我的。你去哪儿了？以后不必再联系了。朱叶，哪怕我活不到游戏结束的那一天，我也不能再将你置入危险之中，因为我承担不起失去你的代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我做你的保镖了？他把我当什么？周之前来婚事之区的一条狗啊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是我唯一能打败正美的机会。这你怎么回事？你还让我们等他？好了，你不也没换衣服吗？去把衣服换了。
锦衣，之前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就当做是你被我爸囚禁久，适当的反抗而已。但之后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会给你适当的自由。玉哥哥对我还真挺纵容的。我能理解，连动物都有爪牙，何况我们的锦衣是人啊。人？你还知道我是个人？你跟你爸还挺像的，你们正是养都是变态。走吧，快赶不上夜会了。阿玉，我带你去见一下爸妈吧。一起去打个招呼。哎，你主人在看你。林主人，这差给你脖子上拴一条小狗链，还不是主人？给我滚一边！阿爷，哎，爷，你喜欢的人是他吧？她是郑氏夫人。我知道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们楚家的女主人是谁都可以，绝对不能是她。爷爷，你想多了，人家看不上我。啊？野哥哥，还真请你。野哥哥。爷爷，好久不见呀！又长高了啊！这就是楚氏真正的掌权人。爷爷，我带你去喝点东西吧。好啊，走。你和野哥哥什么关系？你认识我？洛青云告诉我的，说野哥哥喜欢你。这洛青云还真是大嘴巴，怎么什么都说？苏小姐，你喜欢楚野？我当然喜欢，是我在问你吧？不能让苏早早觉得我是情敌。苏小姐，我已婚，我跟楚野没有任何关系。真的？那洛青云为什么说野哥哥喜欢你？难道苏小姐觉得楚氏太子爷会喜欢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？也是。苏小姐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能带我见一下你爸爸吗？你想用郑氏的股份从我手中换20个亿？我手中的股份市值100亿，这桩买卖苏总不吃亏的。市值和现金流那可是2个概念呢。苏总，郑氏是国内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，手中的研发数不胜数，前景可观。这对于在科技方面有缺陷的苏氏来说，正需要，不是吗？这按照你这么说，那你的股份不是便宜的卖给我了吗？我只有股份没有实权，所以算不上贱卖。苏总，您和我是各取所需，如果您愿意帮我，我现在就能签合同，把股份卖给你。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呢？我想要郑氏众人看到我的能力。能力？什么能力啊？能绕过郑玉，为他们扛下郑氏业务的能力。这位郑夫人
野心勃勃啊！你的事儿，我多少听说过一些。郑国州年轻貌美的妻子，总在各位商界面前夸你，说你漂亮温顺，对她还格外的照顾。现在她可是刚进去啊，你就迫不及待想把她的正事给卖掉？看来平常你伪装的还是很好的嘛。那苏总，你答应吗？他竟然找上全金圈最难搞的苏通，而且还杀伐果断的让出这么大的礼遇。果然，这个女人不简单。这样一个城府深，又精于算计，还擅长拿捏人心，长得还漂亮的女人，是一朵带刺的野玫瑰。难怪你在她身上就占了一半。当然了，以我的眼光，只会选最好的。他这么玩你，你还翘上了？苏总，签了这份合同，对您百利无一害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阿野哥哥，阿野，你怎么来了？阿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带个口信。郑锦衣，郑宇找你。一起听会儿。阿野，你觉得这桩买卖划算吗？划不划算？苏总这个字都得签。凭什么，阿野哥哥？不能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？阿野，你是不是对郑氏这个郑夫人感兴趣啊？这份合同确实百利无一害。阿野哥哥，即使有利，那他又是谁呀？我凭什么要跟他合作呀？那假如我给你一个你们之间的牵线人。牵线人？谁呀？楚氏未来的继承人，朱野。够深情的太子爷，拿自己人脉给他铺路。为什么要突然出现阻止我签约？苏通在业界是出了名的刻薄，即便他答应你，他也一样会刁难你。那也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哎，郑锦衣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不要不识好歹。
张，回答我个问题：为什么删我？有人质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费尽心思得到正事，为什么又见外？你努力做这一切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人。是我老公郑国周。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，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。阿爷，我想要的是拉郑宇下马，我要给郑氏换一个新的主人，我要郑氏所有亲戚东吴家族全是客，我也要让郑国周回家面临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郑氏，我要这场游戏没有一个赢家。一姐，楚宁啊，谢谢。我总听水水说起你，他说你很帅。有吗？我臭小子，夸你一句帅了，就乐成这样，没出息！哼，走啊！一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郑夫人，好久不见。郑夫人，好久不见。郑夫人，我们可好久没听你弹钢琴。我不会。怎么会呢？我记得我们的郑夫人啊，什么都会。阿玉也说过，你弹钢琴很好听。那边就有钢琴。既然大家都想听，去弹一曲。好，宋小姐，我是为你弹的。他这弹的什么乱七八糟？国周，穿这么厚，感觉没有美感。来，脱了。微笑。锦衣啊，别害怕，两位叔叔就是想听你弹弹钢琴而已，啊。
为什么他乔治总是那么难过？世风居住的街道，一首很悲伤的钢琴曲。宋锦姐，她这弹得很好听呢。郑怡，不开心就不谈。既然不愿意弹，为什么要弹？因为宋小姐想听。那既然要弹，开始为什么乱弹呢？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宋小姐，我漂亮吗？漂亮。可我不仅漂亮，我还会很多，比如钢琴、古筝、画画、小提琴、书法等等。对了，我还要学演讲，锻炼口才，以及没有用的德语。一个人怎么有时间学习这么多东西？是啊，我又不是天才，可我每一样都必须做到最好。如果做不到，我就挨打，甚至饿肚子。那我就先罢了。野哥哥，爸爸
来找你。啊，知道了，你先过去吧。郑景一，你想要的是一个能自己选择的生活吗？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给你。这是郑玉爸爸做的。我的漂亮和我所会的，只是服务于男人的虚荣心。难怪你不想谈情，还这么害怕。宋小姐，我从12岁就一直被囚禁在郑氏，直到现在。囚禁？我表面上是郑氏的夫人，可实际上，我只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傀儡。郑玉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是个变态。你跟我说这么多，就是想劝我和郑玉解除婚约。难怪宴会的时候，你说是为我而谈，你就是故意想吸引我来找你，好跟我说这些。是，可郑玉在办公室对我做的那些，你也看到了。宋小姐，郑玉不是你的养类，你嫁进郑家只会和我一样的下场。郑夫人，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，请说。你和我并不熟，但你却费尽心思想让我和郑玉解除婚约，应该不是单纯的只是为我好吧？我想知道，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真正的目的，还有12天，游戏就结束了。12天后，9月24号，什么游戏啊？什么游戏啊？这是我的秘密，到时候希望宋小姐来参加我的葬礼。宋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你在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。我也知道你的心里已经有了决断。谢谢你，宋小姐，你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。郑夫人，我没有答应你要结束婚约。原来说出这些也是会难过。反正都伤了。小景一要去哪里？叔叔们啊，很久没有和景一一起玩了呢。景一啊，想叔叔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叔叔可是还记着你对我做过的事。
快过来！你要逃哪儿去啊？啊！不，我不能死在今天。叔叔最喜欢看你痛苦的时候可怜的样子啊！叔叔，姐姐错了，姐姐再也不看了，姐姐再也不看了。这就认错了。在拘留室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啊！怎么现在是一副可怜的、让人心疼的模样啊？叔叔还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两副面孔。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。叔叔，姐爱你，姐爱你，姐爱你。锦衣每次都是这样，只有在叔叔要打你的时候，你才爱叔叔啊。谁给你狗胆子伤害他？没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怕我看到你不敢。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谁都欺负不了你。你是谁呀？放开我老婆！我会把他带回警局，让人严加看管。我带你进来，带你进来。别怕，锦衣，你乖乖的等我回家啊。想回家，我让你这辈子烂在牢里。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男人。锦衣，你竟敢背着我出轨！你再敢伤害他，我怎么杀了你！走！放开！星空下，拥抱着快逃离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把你抱起成平里面，不敢让这个女孩都活在地狱里。简儿，怎么回事？真玉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怕他，从小就怕，我害怕见到他，害怕听到他声音，我害怕他说话，我害怕跟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，我怕他，我怕。可是我不能怕，不能怕，我不能伪装成很乖的样子。
第一，今天再谈，再把话题遇上中文说，可以发脾气，可以无理取闹，在我面前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我这还不是秦爷，我们不要讨论，离婚后，离婚后。我要郑国州跟着我一起死！我绝不离婚。早点休息吧。别怕，月春，还有12天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曾经你害怕的、禁锢你的，所有的噩梦都会在那一天终结。所以，求求你，再坚持12天。别走，等我睡着再走，行吗？推开我，又需要我；依赖我，又不离婚，这样反反复复的。郑敬业，你到底是有心还是没心？你真的不爱我吗？哪怕一点。兄弟，我等了你2个小时了，我快被蚊子吃了。他情绪不稳定，等他睡着。得，只要有那个女人在，你什么事儿都要先紧着她。对了。帮你查的事情查好了，就是宴会上这2个人帮助郑国州逃狱的，也是他们绑架了郑锦衣给郑国州。还有，我查了监控，里面有房间里发生的事儿。阿爷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是你想看见的他。你要逃哪儿去啊？啊！叔叔，锦衣错了，锦衣再也不敢了。没想到，锦衣爱你。那么一个看似彪悍、运筹帷幄的女人，居然那么怕郑国州。可是，他真的怕郑国州，为什么又不肯离婚呢？这种恐惧又担惊受怕的日子，他过了10几年了。我要郑国州死在监狱里。他害怕什么？我帮他通通清楚。阿姨，我先冷静一下。我们要知道，郑锦衣想要到底是什么。他一直都知道你是处事的太嘴硬，但是他从没有利用你的权势逃脱这事。跟你们说，让你们把墙上的血清理干净，为什么还没有清理？那可是夫人的血，老爷知道了会生气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说。那些血都是郑锦衣、郑夫人的血。先生从小就打他，虐待他。怎么老受伤啊？什么？
么都不叫，不怕疼？习惯了。有意识把他所有事全部告诉我。郑夫人是先生在孤儿院领养的，不过没有办理领养手续。先生以培养完美妻子的标准培养夫人，什么都让她学，并且要学到最好。如果学不好的话，就会挨打、饿肚子。难怪他会捡别人不要的面包。继续。除了学校，先生哪里都不让夫人去，只要有时间，夫人就在家里学习。所以，夫人从小到大一直被囚禁着，而且什么？他还是看到了。真事儿，下去吧。这么高高在上的出使太子爷，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还次次伤害女流泪呢？这么会心疼人，以后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以后没了我，你该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没了你？怎么，处事太子爷要跟我这个已婚妇女纠缠一辈子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想知道我发生过什么吗？我的丈夫经常会带各种不同的男人回家看我表演。当天我要表演什么节目，全看他带回来的人喜欢什么样的才艺。所以，主事太子爷，难道要为我这样一个女人当撒吗？陈静怡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所以你需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正事，你想要报复郑国州，报复郑月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当然知道你可以。你是谁呀？楚氏未来的继承人，在军区也是响当当的人。你想要什么得不到的？有。你想要什么得不到的？有。你的爱。我的爱，不要爱一个没有心的女人。郑静怡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半点真心吗？你怎么这么贱啊？愿意屈服在一个老男人下面做伞，还试图奢望我是真心爱你。郑静怡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想的。他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能帮他，但他从没有利用过你的爱去打压郑氏，报复郑国州，甚至他一再强调他不会离婚。阿言，我在想，他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拖累郑氏？
就要拿你怎么办才好受。如果能回到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就算是抢，我也要把你从郑家抢出来。我的苦难不是你造成的，你没有必要感到愧疚。你走吧，走啊！是新飞的姐姐，水水，她是耀眼的光，可光不属于姐姐。你喜欢锦衣呀？可她是我老婆，可她是我老婆呀！啊！我能理解你喜欢她的心情，她是我一手养大的，那么的完美，每个男人都喜欢啊。她害怕我的时候，可温柔可乖了。她不需要乖，不需要温顺，更不需要害怕任何人。呀，心疼了，可惜你永远也得不到她。她是我一手养大的玫瑰，就算有的时候会不听话，但是她永远不会离开我，她也只能属于我。她不属于任何人，她只属于她自己。是吗？一个玩物属于她自己吗？她是人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她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玩物。可是他当了我10几年的玩物啊！她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女孩，你怎么敢这么欺负她？郑国忠，之前你又正式掌过她，让她没得选，让她没有自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处事掌控政事，我要让她有的选。而你，就要成为她的玩物。处事，你是？他是厨师未来的继承人。初一。你这辈子都没机会离开这儿。阿姨，
到底发现什么了，让你气成这样？小文，我心疼他。为什么会有人从出生起就过得如此不幸福？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难怪他没有醒。我真该死。你怎么还没走？锦衣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吧？抓着我，走向最高点，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只要我答应你，我所有的困境都会迎刃而解，对吗？我不愿意。楚野，此生我要的不多，仇我得自己报。那我陪你。我们的宿命是错过，那我就允许你再陪我11天。好，那就11天。小郑总，自从宋氏跟他解除了婚约，撤除了以前所有的合同，因此呢，公司的股价大跌。要是没有新鲜的血液再进入，咱们今年郑氏会非常难过的。我会拉新的合作商。现在整个金圈能和我们公司对上合作的，只有宋氏、苏氏、楚氏以及骆氏。但是楚氏、骆氏以及苏氏，他们一直以来都扎堆，不和别的公司合作。我会想办法。又想办法，小郑总就会一直说想办法，想办法。小郑总，你可别糊弄我们，我们要看见的是成效。再说了啊，你跟宋家解除婚姻问题，那是你个人的问题。如果因为你个人问题连累到公司，那你就要承担责任。赵董，你小郑总，按照正式规定，你应该把权让给政府。他能解决郑氏的危机？公司召开董事会，怎么不通知我这个董事长呢？郑锦衣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夺你的权了。这是我以正式董事长的身份和苏氏签下的合同。啊？这怎么还有这？合约是真的。我已经说服了宋小姐，只要你们愿意把实权还给我，并且投票将郑玉边缘化，那宋氏也会重新跟我们合作。郑锦衣。痴心妄想，他痴心妄想吗？各位，这份是楚氏合同，上面有楚氏未来继承人楚野的签名和公司盖章。只要各位答应他的请求，未来楚氏和郑氏
咱达成联盟。处事嘛，今天排名第一，全是掏钱的处事啊！我赞同董事长。小郑总，你是该好好休息。我也全力支持。锦衣，商业场上的事，不是你一个女人能懂的。那些老家伙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对付的。你要胡闹，也要有一个限度。对付不了又怎么样？反正我又不在乎正事是不姓郑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弄死你身边这个小白脸！你敢？张锦衣，竟然敢打我！阿姨，你去那边等我。郑玉，你要怎么对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一直生活在黑暗里。可他不一样，他的世界就应该是明媚的，像你这样的臭虫就不应该染指他。你下次再敢这样对他，跟拼命！你还喜欢他？不然呢？难道喜欢你和你爸这么变态啊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在你弄死我之前，你还是先担忧一下你自己吧。锦衣，郑氏是你家，回头他对你没有好处。我家？是不是时间太久，你都忘了我真正的名字啊？我叫月春，我姓月，我姓郑。郑建业，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宋锦的帮助，接受苏轼的帮助，为什么偏偏没考虑过我呢？如果不是我今天拿出苏轼那份合同，我是不是什么都帮不到你啊？因为那是我自己算计来的，而你，我招招手就能来。我有那么廉价？是啊，只要招招手，就会自己摇着尾巴跑到主人面前。我才没那么贱，而且你也不是我主人。郑爷爷，我知道你想靠自己的力量复仇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把我当外人？我可以给你足够强大的力量。好啊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可是阿野，如果依靠你的权势，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。可是我只想依靠我自己微薄的力量，去和他们对抗。可我不想让你那么辛苦。只要耐心潜伏，抓住时机，蚂蚁也可撼动大象。对了，妍妍，从明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准离开家。你要囚禁我？小妈这是担心你，怎么能说是囚禁呢？从现在起，就是他的彻底反击。拥有权势的他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装乖。我相信秋柔，从现在起，他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。哥，你看看郑锦衣，还有
没有人能管他了。妍妍，先听你想骂的。凭什么？哥，自从爸被关之后，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？什么时候连郑锦衣这个野丫头也能骑在我们头上了？她要囚禁我，她要囚禁我啊，哥！她要限制我人身自由，那就是不把我当人看。妍妍，现在正事都在他掌控之中。以前爸就一直囚禁她，现在他不会是要报复我们吧？爸被关了，我被囚禁。那哥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啊！哥，你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哥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要是死了，不就什么都做不成了？不行，他说到底也是我正视的人。哥，你怎么到现在了还这么糊涂啊？他个郑锦衣就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！是不是时间太久，你都忘了我真正的名字啊？我叫月春，我姓岳，我姓郑。一个从小被囚禁的笼中雀而已，还妄想翻天。你说的没错，他只有死了，才什么都做不了。哥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怎么又翻进来了？我可还没离婚呢。你和他的婚姻本来就是被胁迫的，等事情过去了，我会帮你拿到离婚证。阿爷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记忆开始混乱了吗？郑小姐，除了头晕、记忆错乱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我最近身体也总觉得痛。郑小姐，您的病情又加重了。能坚持到24号吗？郑小姐，你现在的状况非常差劲，再加上之前你一直没有介入治疗，现在依靠药物已经起不了太积极的作用了。我不能忘记对郑国周的恨。锦衣，你乖乖的等我回家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。赵医生，我还需要9天的时间，你能不能再给我开些药，稳定一下病情？郑小姐，你现在的状况非常差劲，现在依靠药物已经起不了太积极的作用了。夫人，回家吗？阿野呢？他刚走，有个女孩找他。女孩？什么样的女孩？很漂亮，也很开朗，看着好像很喜欢队长的样子。阿野哥哥，陪我去个地方。好。
你是怎么认识楚家太子爷的？他找你了。连楚家的继承人竟然都喜欢我们的锦衣呢？怎么，知道他是谁？害怕了？我发现，只有我被关着的时候，你才不怕我，对吗？怕？怎么会不怕呢？10几年的囚禁和折磨，深入骨子里的恐惧，我怎么会不怕？叔叔，医生说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。医生怎么说的？他说我的记性越来越差，情绪越来越不稳定。哦，没事儿，叔叔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但是那个楚野呢？他会娶一个嫁过人、有严重精神疾病、又自残又抑郁的女人吗？就算他会，他的家族会同意吗？楚氏在京圈声势浩大，一呼百应啊。他们会同意找一个楚家少奶奶，是不清白、没有背景的吗？我知道。所以啊，叔叔才是你一生的依靠。救叔叔回家，啊！我会救你出去的。真的。叔叔是变态，被叔叔养大的我，怎么会无毒呢？郑国昭自食其果，听我这个词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郑锦衣，记得救叔叔出去，叔叔才是你一辈子归宿。郑氏被我以20个亿卖给了苏氏。什么？才20个亿？你竟敢贱卖郑氏！20个亿，够水水无忧无虑生活一辈子。过2天我就会把他送去英国收。郑嫣现在被我囚禁，下一个就是郑玉，接着就是和叔叔关系好、欺负过我的合作伙伴。等到时叔叔回家，面对的就会是一无所有的郑氏。郑国昭，真到了那时，你就是我的阶下囚。郑锦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对我做的那些，通通都要还。郑国昭，我的确怕你，但我会赢你。你真的是翅膀硬了，啊？待在监狱里的生活不好过吧？可是回家的日子更不好过。郑国昭，带着对未来的恐惧，继续干等着吧。让我们一起看看，一个疯子会做到什么程度。烂锅底，绝对不是的。原来他和朋友相处时这么轻松。今天几号？15号，对。
先走了，先回去。If I die like a fire, let me smile. Wonder how sacrificed. 锦衣，忍着别哭啊，要不然叔叔会更用力的。知道错了吗？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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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走。你今天去商业街了？路过。你看到我怎么不喊我？不想打扰你跟朋友聚会。怎么会打扰呢？这也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。郑爷爷，你今天有点不对劲。我要睡了。阿姨，我不需要保镖了，会出事吧？你要赶我走？小姐说过了，如果你非要来，就再也不会见你。姐姐，你既然舍不得他，为什么要推开他呀？水水，明天的楚宁好好道个别吧。不是，姐姐，为什么呀？过几天姐姐送你去机场，以后你就在英国生活。你要是不喜欢英国，可以选择欧洲的任何国家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开姐姐。水水，姐姐给你自由不好吗？我要和姐姐在一起，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不可能的。水水，你还记得自己叫周小水吗？记得。那就好。水水，姐姐谋划了这么多年，拼尽一切，就是为了让你做回自由自在的周小水。你以后替姐姐自由幸福的活着。姐姐。怎么耷拉个脸？表白被拒了？哥，依依姐要送楚月去国外了。楚野哥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姐姐？我和姐姐从小生活在一起，如果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她肯定不会送我离开的。楚野哥，我求你救救她！你姐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话，她为什么不会送我离开？那我就允许你再陪我11天。好，那就11天。
师姐，9月24号什么日子？这个。 静云，你帮我查9月24号对于锦衣来说什么意义？小哲，郭律师，郑波州多久能获得宝石9月25号。 9月24号行吗？我尽量，夫人。谢谢。也要保释我吧。 我说过，你和你爸都会成为我的阶下囚。郑锦衣，你不会觉得自己真的赢？那你离开试试，你看他们会放你走吗？郑月，这场游戏，你和你爸都输了。等我解决完外面那些杂碎。 把正事彻底过户给苏轼，接下来就是你和你爸了。过给苏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啊？正事被我卖给苏轼啦！周锦衣，你怎么敢的？来呀，多叫2声！我就喜欢听失败者的爱。 恭喜苏总成为正式新任董事长。郑景业，你忘记你答应过我什么了？记得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你个贱人！赵董，你还记得我给你画过一幅人像吗？ 郑夫人画画不错啊，给我画人像吧。郑夫人都不看我，又怎么能给我画人像呢？微笑。赵董，我给你画人像，你还没有付我酬金呢。这段时间的利用，就当是你给我付的酬金了。对了，我跟苏总打过招呼了，以后他会特别关照你的。郑怡，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我要回郑家。郑怡要对你下杀手。阿姨，别跑！锦衣，锦衣，青云，快来救护车！锦衣，锦衣，阿爷，阿姨，锦衣，阿姨，阿爷，阿姨，阿姨。我从没见他受过这么重的伤。是我连累了他。郑锦衣，我理解你的遭遇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。为什么要一直拒绝一个对你百般好、
还敢为你付出性命的人。对不起。郑小姐，我们俩单独聊聊吧。郑小姐，我想我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直拒绝楚野。我应该曾跟你说过，我的生命在倒计时吧？真的没治了吗？宋小姐，我不是身体生病了，那是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。我的精神里一直想杀掉我的肉体。你是想自杀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，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矫情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可以是生，也可以是死。宋小姐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很可怜，但也许我会感到很幸福。毕竟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。可是楚野呢？他该怎么办？正因为没有结果，所以才一直拒绝他。郑小姐，一定要那个结果吗？郑小姐既然已经有了决定，为什么不给自己和楚野一个机会呢？楚野对你的心意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心意，让楚野也感受到你的爱呢？这样大家以后都没有遗憾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起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。还是不说话的时候可爱。把我弄醒又装睡是吧？还痛吗？你好像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啊？温柔，没以前那么冷漠。你受了伤不方便，这2天我照顾你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要出院。哎，别动哦！你出院干什么？带你回家，让你慢慢找我。金叶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。我只是要照顾你2天，又不是答应嫁给你。你带我回家干什么？给你归属感。我一直都有归属感。楚野，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都坚定地爱着我。上面是游戏室，平时我和青云就在上面玩。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，可以去。今天带朋友来家啊？爷爷，
哼！爷爷，他是我请回家的客人。依依姐，我和爷爷欢迎你到家里做客。谢谢。阿宁，哎，带锦姐上桌。好嘞，走。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回家？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爷爷，我不想让他受半点委屈，就算是装。这几天他在家，还请您怎么对我，就怎么对他。他刚才来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了吗？难道还要让我供着他不成？爷爷，他很敏感，我想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，所以还请爷爷为了孙子多心疼心疼他。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给你的好，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？但我却不敢揭晓，你好不好？我看这个啊，你知不知道这里面写的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念给你听。哎，此后发生的事，你们搞懂？看。熟悉的香味，刺伤而不自觉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懂我的期待，绚烂后枯萎，经过几个圆圈，永而在。其实我当年不是因为第一名才想跟你在一起的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当时唯一对。疼吗？100块钱，够买了吧？走了。相信我，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对你好。舒野，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。什么？我爱你。这一句我爱你，说出口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，不要跟我分手，把所有感动写成故事，一起走。你以后还走吗？那如果以后我想离开，你会让我走吗？我尊重你的选择。
这是郑波洲给我带的锁链。我娶了她。不娶。为什么？锁链不在脚上，在心上。不错。走走。叶老师少，你这拉的谁的手啊？能有谁呀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月春。我见过你，你不是那个郑氏的夫人叫郑锦衣吗？是，她之前是郑氏的夫人，但那是以前了。现在，她是我女朋友啊。她的人生啊，各位兄弟以后多帮衬。没事啊，弟妹。以前你是谁不重要，现在你是阿野的女朋友，那以后咱就是自己人了啊！谢谢。来，大家欢迎一下月春小姐啊！来，喂。你之前说过不是我的情敌的。抱歉，苏小姐，感情的事总会有意外。既然是感情上的事儿，那就没必要说抱歉了。其实，野哥哥顶着流言蜚语选择了已婚的你，他一定很爱你吧？虽然爸爸老说你心机深沉，绝非善类，但我真的很佩服你。佩服我什么？心机深沉、满腹算计也是一种本事呀。苏小姐看问题的角度还挺独特的。我尊重野哥哥的任何选择。郑小姐，以后我和宋姐姐都是你的朋友啦。怎么不愿意和我们当朋友呀？怎么不愿意和我们当朋友呀？谢谢你，苏小姐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以后谁欺负你，我帮你出头。但是你要是和野哥哥结婚，就别让我去当伴娘了，我没那么大度的。那我结婚请你做伴娘行不行？你呀，先找个男朋友吧，反正比找郑玉，我看青衣哥就不错。他不是一直让人不婚主义吗？回家吧。好。想喝？给俺来一杯。尝这个。好喝。尝这个。都好好喝啊。
郑国周从来不让你喝饮料的吗？他以前对我饮食控制的很严格。哎，那你吃过烧烤吗？没有。看见了。我怎么感觉你看起来跟郑景怡很熟的样子？阿野让我调查9月24号对郑景怡的意义。9月24号，你应该知道内情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要替他保守秘密。我感觉郑景的状态不对，你也知道阿野的性子，郑景怡就是他的命，如果他出事，阿野也会死。有什么你告诉我好吗？好。漂亮的电子茶。阿野，郑景怡会在9月24号那天选择自杀。谁说的？宋姐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和找青雨有点事，我先带你去那边。嗯。你等我。嗯。阿野，宋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你都这样了，照顾他的情绪。青雨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要不试试他妹妹？不是说好等我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就是突然想来看看花开了没。金一，嗯，阿宁喜欢水水，你真的要送水水走吗？怎么突然提这个？我就是在想，明天要不要把水水接到家里来住？我想让他们两个青梅竹马一样长大，不要像我们一样分开那么久，弥补我们遗憾嘛。水水必须。金一，你得给水水自己选择的机会。我考虑一下吧。
这边的线条斜着画，然后边缘可以加深一下，就这样。这里涂黑一点。郭律师，郑夫人，郑国州得到保释，已经回到了郑氏。水水，今天几号？姐姐，今天是9月24号。水水，姐姐不送你出国了。真的吗？这是你自己的人生，姐姐把选择权还给你。楚宁，水水以后就拜托你了。我会的，姨姐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水水啊，我怎么觉得你姐姐像是在诀别呀？叔叔，我可以在这墙上画画吗？郑锦衣，你要干嘛？我想借叔叔的血画画。你要用我对你的方式那样对我吗？好啊，好，来呀，让我感受一下，来呀！我错了，锦衣，求你放过我，我不想死啊！锦衣，你不要这样做，叔叔放你离开，发誓再也不囚禁你了，也会和你离婚，好吗？郑锦衣，我爸要是死了，你也是要坐牢的。郑锦衣，放开我！郑锦衣。郑锦衣，放开我！郑锦衣。斑点上的秃鹰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。第53天后，杀掉这个囚禁我一辈子的牢笼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郑锦衣，别管！我知道你想报仇，但你这么做了，跟他们有什么差别？难道你想像他们一样双手沾满鲜血吗？不要，不要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认识的郑锦衣，他不是这样的。郑锦衣，干什么？革命时都这么欺负你的？走啊！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想的，他也不该是这样的。
陈烨，你的双手干干净净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郑国州他一定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相信我。楚野，对不起，我的自由终究得我自己去寻找。有消息吗？20分钟之前就在这附近下的车，为什么就找不到人呢？继续找，就算找到了他，该怎么让他回心转意？就算保着他，囚禁他，我要阻止他。可是他已经被囚禁了一辈子了。是啊，他已经被囚禁一辈子了。楚野哥，郑景一发朋友圈了。我知道他在哪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郑景一。城南的花开了，你要走吗？不走了。真的？艾野，我想喝你那天给我买的饮料。这里是买的。郑景一，你又骗我！安静陪着你，有些怀疑，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？哦，我的安静不这么多年，怀疑，就别再提。你过得很辛苦啊。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。我该怎么办啊？一直到最后头，我还相信你。我的建议，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我不想失去你。我的心陪着你，把自己关紧。可有没办法留住你？不要说你还在，我不会相恋信。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。爱情本来就像气球。真的不得。我很安静陪着你，有些怀疑，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？我很安静不怀疑，就别再提，我只想让刘小姐，回到最初的那就为自己选择一次吧。楚野，城南的花开了，我开心。想起那些话，那些傻眼被落下，只留一句你现在好吗？我也为玉小姐感到开心。我去给你买饮料。替我到达，如果爱懂了沉默的代价，不能给我的，请完全给他。
还是要姑息你自由了，岳小姐。那些幸福让它替我道答。如果爱懂了，什么的代价不能给我的，请完整给他。2025年9月24号，这一天，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爱人。郑敬一，不会再让你丢下我了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不要命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我能紧紧抱着你。楚野，你这个大傻瓜！我的世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笑死了！岳小姐，不光问你儿子。奔向